现在在我身后这一个呢，就是镜同火车站的遗迹。现在我在这个位置是平溪桥，人家的水沟盖也是天灯造型的。这个是需要自己开灯，还是需要自己照亮的嘛？哇，天灯上面好像写了一篇作文。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恋慕式瀑布，它不同颜色芋圆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各位，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人已经来到了瑞芳火车站。那今天呢，我们要去10份9份一日游。好，说那个平溪线的票是在这里买。我们今天主要会有2大行程，从现在到午餐时间呢，我们会坐这个平溪线去镜同、平溪跟10份的各个景点。 那午餐过后呢，我们又会坐这个平溪线回到来瑞芳这里，再搭巴士去9份。好，现在我们到了平溪线的终点站，也是我们今天10份游的第一站——镜同车站。 那前面呢有一个禁止通行的牌，那我在那边跟那个工作人员确认了，其实是可以走过，只是你不可以走在铁轨上。现在在我身后这一个呢，就是镜同火车站的遗迹。如果你是搭乘这个平溪线列车来这里的话，这将会是你看到的第一个地标，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在刚刚我们那个火车站的隔壁。 这个地方其实在国际上是蛮出名的，因为它这个老旧的样貌所以有非常多的广告和电影曾经来过这里拍摄。那现在在下雨，所以一个人都没有。哇，其实是蛮难在铁轨上走的。哎呀！ 大黑 ，Hello， 你在摇尾巴？各位，我们好像太早了。我在网上看，他们是说这里是9点开门的。这是镜同矿业生活馆，它其实就是在刚才那个镜同车站一下来的左手边。 煤炭是长这样的，这种是电影里才出现的道具。现在时间是早上的接近10点钟，那我觉得目前只有我们2个游客。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平溪车站。狗狗，你怎么站在铁轨上？喂，火车会来的嘞。哎喂，刚刚我们过了一家放天灯的店，老板跟我们说，这个老街这里的店家要11点半才开门，那现在才早上10点多而已。原本呢，我想说要避一下那个游客的人潮，结果我来的有点太早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看开门前的老街。现在我在这个位置是平溪桥，它是一个拍照景点，因为你可以拍得到火车经过。当然，如果你有看那个他们的时间表的话，你可以在这边蹲点，然后可以拍下火车经过的那一瞬间。看到没有？
人家的水沟盖也是天灯造型的，老油桶。我们现在来到了平西邮局，这里有传说中全台最老的油桶，也就是我面前这个。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老。它里面是正在营业，我就不打扰里面的那个公务员了。这里就是八仙洞了，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是需要自己开灯，还是需要自己照亮的吗？我找到了它的开关，在门口一进来，这里，这样就好多了。它这个洞是在1983年人工做出来，为了促进旅游业。哇，好暗哦！我是不肯定为什么这样子做一个洞能促进旅游业的，直到39年后的今天呢，我来旅游了。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呢，有很多这种小房间。那房间里面呢，很明显，他们做了一些椅子和桌子。这间房间呢，就是里面比较大的一间房间，里面有3张桌子。个人认为啊，它这里其实可以做成那种喝茶馆。可以让人家坐在这个洞里面喝茶，因为洞里面有一种自然的冷气啊，非常的凉爽。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打麻将、玩桌游啦。那些年我们看过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地方哦，有很多人会在这里放天灯。那和你们分享一个小贴士，他们10份平西这里的所有天灯呢，都是统一售价的。唯一的不同啊，就是你所选择的天灯的颜色越多呢，价格就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里放天灯的话呢，直接找一个适合的景点就直接放了吧，不需要每家去比较价格。个人还蛮喜欢平西老街这里的氛围的，它给人一种朴实传统的感觉。他们这里的店家虽然该有过手，大多数都还没开门，可是基本上就是一些干妈店，就所谓的杂货店、小食店和一些纪念品店。我们到10份车站了，还在下雨，但是那里有天灯。哇，天灯上面好像写了一篇作文。好，这里应该已经是尽头了。那我们现在就过对面，然后沿路返回。10份的人潮相比今天早上实在是多太多了，也有可能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是11点多了，刚好正常游客都全部已经抵达，就像这种不正常游客呢，才早上6点多7点就出发来平西线这里。好了，刚刚吃完了一个简单的午餐，现在我们要走路过去这个10份瀑布那里。10份瀑布1.6公里。
比想象中远。到了，在我身后这里就是，哦，还没有到。因为它在瀑布旁边哦，所以地会特别的滑，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我身后的就是十分瀑布了，这个是台湾最大的恋慕式瀑布，谁家水喉漏水？它这里有好几个不一样的观景台，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这个十份瀑布。终于成功的和这个十份瀑布合照了。那现在我们就要赶火车回去瑞芳，再从瑞芳搭巴士去九份。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九份老街。那第一件事，我们先去拍个照。哇，这鱼丸。九份老街这里其实并不是一条街哦，它这里有非常多分岔路，可以算是一个小山城了。哇，这是皮卡丘头样啊！我们走没2步，停下来点了一个肉丸来吃。我第一次吃这个红枣肉丸，竟然是甜的。我要为这个肉圆平反一下。刚刚小帮手跟我说，原来这是红枣，不是红枣，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我一直以为它们是那个煮糖水里面会放的红枣。这里有一条小路，可能是通去那些居民的家。看哦，热热的。买一个玉桂，有点像芋头糕。来吃看看赖阿婆芋圆。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它的长相有一点普通，现在我搅拌之后看起来就好多了。它的汤底是绿豆沙，然后配上目测有5、6种口味的芋圆。绿豆跟红豆沙。该玩在由于这个天气该不该较热？可是我搅拌一下，它的冰块都融化了，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它不同颜色的芋圆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还是因为我的味觉有问题？有人知道了吗？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九份最美的无敌海景。往前50公尺，这个天气最好是看得到海景啊！各位，九份最美的无敌海景，哒哒！再加上大雾天，我们从无敌海景那里再往内走，好像没什么东西。折返吧。好香哦，这个。阿密刀子，除了那个赖阿婆芋圆，这一家也是蛮有名的。但是我们已经吃了赖阿婆，这家我们就先不吃了。Hello， 不理我。
在我的正前方就是这个阿妹茶楼，也是之前曾经有谣传过宫崎骏作品里面《神隐少女》的经典灵感。但是过后宫崎骏在采访中证实了，他的经典灵感是日本的道后温泉本馆啊，并不是这里。话虽如此，这个阿妹茶楼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新台北最老戏院瑞芳生平戏院。我刚才看外面有售票处，我还以为这里是售票的博物馆，结果它只是还原了当时候戏院的模样。哦，所以他们以前看的戏是坐这种，好像小学上课的木椅，超像我们的学校礼堂了，有没有？哇，这架投影器超帅的。好，现在我们一边走回去巴士站，一边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10份9份一日游。首先，我们先聊聊今天这个行程所花费的时间。我们是今天早上大概6点半从台北的酒店出发，那现在的时间是大概傍晚的5点钟。要知道，今天我们以走马看花的方式参观这一带相对著名的景点，就已经花了我们大半天的时间。在平溪线上还有许多值得一逛的景点，比如平溪的猴硐站、9份附近的金瓜石、黄金博物馆、黄金瀑布等等，在1天之内是绝对无法逛完的。所以，如果你会在台北待比较多天，且对大自然、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话，9份、10份这一带的景点，其实可以考虑安排一个2天1夜的行程，顺便也可以观赏9份夜晚的美景。门槛方面，这个行程其实会走比较多的路，尤其是从10份车站走去10份瀑布那一段。除此之外呢，应该也可以算是个老少皆宜的行程了。整天的行程下来，我个人最喜欢的景点是9份老街这里。要知道9份老街距离台北有一段路程，但我来台北3次，都有来拜访9份老街。我特别喜欢它这里那热闹繁华的购物街，可以品尝美食，感受传统氛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在这边一边悠闲喝个下午茶，一边观赏大自然的山海美景。我会把这里评为来台北必逛的景点之一。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影片，也欢迎按下订阅并留守我们的下一支影片吧。我是 Wings， 我们下次见，拜拜。帮我 P 一个火车在上面。哇！